客廳、飯廳、品酒區。一個單位價值8530萬，尺價5萬蚊，係澳神而家最貴嘅成交單位。同一時間，項目首批平均尺價開出2萬零蚊，平過招標單位一大截。不過戶型同埋景觀就有好大分別。睇完樓王單位之後，一於拆解一下。大家睇完有咩睇法，亦都可以留言講下，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。另外啦，都提提大家，記得 subscribe 有 House 嘅 YouTube channel， 同埋跟埋隔離個鐘仔啦。黃竹坑作為近年嘅新盤供應重鎮，站頂上蓋嘅物業一共有6期，加埋澳神而家已經推出咗5個期數。睇返過往4個期數嘅開價，其實都反映住市況嘅發展。樓價未跌之前開賣嘅晉環同埋洋海，首批尺價去到大概3萬蚊嘅水平；而跌市之後開賣嘅海盈山，首批尺價已經比起之前推出嗰2期跌咗5%到9%。去到舊年3月開價嘅 Blue Coast， 更加成為同區樓市嘅深水炸彈，用大概22,000蚊推出首批單位。至於澳神嘅首批單位係20,932蚊，以首批單位計係同區最平嘅新盤。睇返我哋嘅28 House App， 第1到第4期仲未開賣，又或者係待售中嘅單位仲剩超過910伙。連埋澳神同埋第6期，成個黃竹坑站上蓋嘅一手貨尾量仲有超過2300伙。同區供應龐大，發展商要突圍而出都唔容易。由新世界、帝國集團、資本策略、麗新同埋港鐵合作發展嘅澳神，就採取先招標後開價嘅銷售策略。項目一共有825伙，分2期發展。發展商先推第1期，提供447伙，涵蓋2房到5房間隔。關鍵日期係2026年11月。樓盤喺開價之前，截到6月5號，已經以招標形式賣出28間，套現超過15億。其中一間4房更加做咗8530萬，創黃竹坑站上蓋分層單位嘅新高價。單位咁啱就係發展商打造嘅其中一個示範單位，位於1A 座38樓 P2 室，係4房雙套間隔，實用面積1706尺，連一個車位做咗8530萬，尺價係5萬蚊。無論成交價定係尺價，都係澳神而家暫時嘅新高價。單位有私人升降機前廳，住戶喺平台層拍卡撳 lift 之後，前廳嘅淨壓系統就會自動開啟，消毒同埋潔淨成個空間。一出 lift 咧，未入單位之前嘅呢個空間咧，都係屬於業主自己嘅。而發展商咧，亦都喺呢一個私人升降機前廳咧，做咗唔少嘅設備啊。咁包括啦 lift 嘅兩邊咧，都裝咗一組嘅高身鞋櫃。我哋打開睇睇入邊嘅儲物量啦。其實咧，連埋側邊嗰一組咧，咁我自己估計啦，至少咧都擺到70對鞋㗎。咁若果再細心啲睇咧，佢每一個層板最後咧都預留咗啲虛位啦。咁再配合埋上面嗰個嘅通風系統咧，就算最底嗰一層嘅空氣咧都可以抽到上去。咁變咗咧，其實成個鞋櫃嘅空氣就可以更加流通啦，就唔會咁容易咧係發出一啲臭味啦。轉過嚟我呢邊咧，就會有一個衣物護理機。出完街之後咧，尤其是一啲冬天嘅褸咧，都可以擺入去消毒啦。有呢一個嘅前廳咧，我自己覺得最大嘅好處咧，就係翻入單位之前啦，所有嘅鞋啦，同埋一啲大褸咧，都可以擺晒喺度。咁個單位入邊咧，就唔需要再預留一啲地方去擺呢啲嘢啦。咁變咗入邊室內就更加企理啦。不過都要留意啦，因為呢一度咧都係一個私人地方嘛，咁所以咧佢都係構成樓價一部分。睇翻樓書啦，呢個空間咧都成60尺。若果用最貴嗰個單位去計啦，每5萬蚊一尺嘅話咧，呢一度都價值300萬。因為呢度咧都係個私人地方啦，咁就唔需要擔心個私隱問題。咁所以咧個大門咧都用咗啲金屬同玻璃啦，同一般單位咧用一個實心木門係唔同㗎。咁另外咧就用孔雀做設計概念，嗰個門柄咧就係一條羽毛咁樣嘅形狀。咁而家入屋睇下咯。但入到嚟咧，其實都冇乜玄關位啊，直接咧已經係大廳啦。
橫廳設計配有弧形玻璃幕牆，唔單止可以擴闊上景角度，仲可以提升採光度。就算係露台，都加入流線型嘅設計元素。同好多新盤一樣，採3合1設計，但係面積就大啲，有75尺，相當於呢間屋嘅客房咁大。由於冷氣機平台喺佈局上係突咗出去，即係話大廳望出去嘅景觀就唔會俾散熱氣遮到啦。設計師都配合返單位原有嘅特點，做咗弧形假天花，同埋用弧形線條去到修飾其中一邊嘅牆身，並且以壁爐點綴。不過單位嘅樓層高度係3.3米，對比部分豪宅去到3.5米，就略為矮咗啲。再加上做咗假天花，又會再減低咗啲空間感。對比下交樓標準嘅同款單位就會更加明顯，冇做到假天花之下，成個空間都會顯得闊落啲。成個廳都唔細㗎，有條件啦區分飯廳客廳。而家喺我左手邊啦，先係飯廳，擺得落一張8人餐台啊，就算請朋友上嚟食飯都冇問題。跟住過埋露台之後就係客廳啦。而家就擺咗2組嘅梳化啦，但係若果想將呢邊擺翻個電視機櫃，呢一邊都有條件擺一張比而家更加大嘅 L 型梳化。大廳面積超過450尺，示範單位經過改動之後，形成一個530幾尺嘅巨廳，借計呢一度都相當於一個兩房單位咁大。原則客廳就長8.45米，亦即係我而家腳下邊呢一條金線嘅位置啊。但係示範單位就將其中一間細房打通成為客廳嘅一部分。即係話而家個廳就拉長超過10米，而我嘅左手邊亦都多咗一個品酒區。原則嘅近廳房有大概80尺，亦即係話個品酒區就係咁大啦。業主除咗可以將啲紅酒 show 晒出嚟之外，更加可以喺度飲翻2杯。大廳鋪咗木地板，並且用新盤比較少見嘅魚骨方式鋪砌。入嚟大廳側邊嘅廚房睇下啦，上下兩邊嘅牆身都嵌入咗木製櫥櫃，其中上面嗰一排更加做咗玻璃飾面，設計高雅大方。相比起交樓標準，示範單位嘅廚房除咗牆身之外，工作台面同埋地板都用上雲石紋飾面。另外家電方面嘅佈局都有改動過。廚房嘅改動都唔少㗎。首先就係我後邊嘅呢啲玻璃間隔啦。如果係交樓標準嘅話佢就係一個實牆嘅設計。而而家我身邊呢個星盤原先其實就係擺雪櫃地方。喺呢一個單位入邊個雪櫃就褪咗過嚟呢邊。所以原先嗰張工作台面就會冇咗啦。雪櫃用上 Gaggenau 品牌，雙門設計，有大量嘅儲物空間，並且有觸控式嘅開門裝置。而豪宅必備嘅酒櫃都用咗同一個牌子，可以擺到70支酒。而其他嘅電器就係 Miele， 有齊電磁爐、炒鑊煮食爐、氣體煮食爐、抽油煙機、蒸爐、焗爐等等。比較特別嘅仲有洗碗碟機同埋食物保溫櫃，可以保溫食物之外，仲可以用嚟預熱餐具。電器配備達到豪宅級，但係我就覺得呢度嘅面積未達到豪宅級數，可能因為家電都比較多，喺大概100尺嘅廚房嵌入所有家電之後，剩低嘅活動空間就少過一般嘅豪宅單位啦。廚房相連住一間工人房連廁，洗衣機同乾衣機都擺咗喺度，剩低嘅地方就可以俾工人姐姐休息。除咗工人房裏面嘅洗手間，成間屋仲有4個浴室或者洗手間，不過全部都係黑廁。估計發展商為咗遷就景觀，想將所有房同客廳同向，變咗浴室要佈局喺冇窗嗰邊，主要靠抽氣設備通風。之前都講過，單位原則係4房，但有一間拆咗做個廳。跟住落嚟，我哋會參觀埋剩低個3間房。寢區就由走廊貫穿啦。其實原則嘅3間客房入邊有一間係套房嚟嘅喎。而家入嚟睇下啦。望落地下你會發現有好多金色線啦。即係話標示住呢間房都做咗唔少改動㗎。首先就係個房門啦，由原先嘅靠邊開啦，變咗而家就開正中間。所以個套廁亦都會細咗啦。我牆身亦都拆晒啦，變晒啲玻璃間隔。入邊主要就係企缸同座廁，而個洗手盆就要擺出嚟房間嘅另一邊啦。
洗手盆擺咗出嚟，有啲似酒店房嘅設計，唔計浴室同埋預留開山房門嘅位置，呢一間房挨近90尺，夠位擺到雙人床。至於交樓標準嘅套廁，有木製鏡櫃同儲物櫃，配上一系列嘅金屬飾面配件，包括花灑、水龍頭、毛巾掛桿等等。睇翻有裝修嘅示範單位，套房對面有洗手間，不過就係得坐廁同埋洗手盆，預計俾客人用多。而側邊嘅客廁先至有淋浴嘅地方，示範單位甚至加裝埋風呂，淋浴之外仲可以浸浴。維持翻原跡嘅話，洗手盆側邊嘅台面會多啲，而且洗手盆櫃下面有為小朋友而設嘅平台仔，唔用嗰陣可以收埋佢。呢種設計喺新世界過往嘅樓盤都有出現過。跟住落嚟，我哋去中間房睇下啦。雖然係最細一間，但係都有大概77尺。呢間房咧就冇咩點樣改動過間隔啊。咁見到啦，而家示範單位咧擺完單人床啦、衣櫃同埋書台之後咧，都仲有唔少走動空間。事實上，以呢一度嘅空間計，就算想改擺張雙人床都冇問題。嚟到走廊盡頭咧就係主人套房啊！咁一入到嚟咧就見到有個套廁喺度啦，而一個門口咧就係對正房間噶嘛。咁但係其實咧原跡咧佢就係向翻衣帽間嗰邊嘅。咁我覺得呢個設計改動咧都幾好啦，因為試想像下啦，如果衣帽間入邊呢度咧仲要預留一個門口嘅話咧，就唔可以好似有一個示範單位咁樣三邊咧都做到層板擺嘢啦。原跡嘅主人套廁已經係5件頭設計，有齊浴缸、企缸、座廁同埋雙洗手盆。而有裝修嘅版本，除咗升級咗部分配件，例如係改裝咗鵝蛋型浴缸，仲大改裝修風格，黑白格仔嘅地板，加埋雲石紋嘅牆身，有冇一種去咗 Rosewood 酒店嘅感覺呢？至於側邊嘅衣帽間就大概27尺，唔想做開放式設計，亦都有位陷入一個 U 字形嘅衣櫃。唔計套廁同埋衣帽間，主人房嘅寢區面積有大概170尺。因為主人套房咧原先已經預留咗個凹位咧去做衣帽間，咁所以咧剩低嘅地方咧就只係需要擺雙人床啦，同埋啲床頭櫃，咁變咗就仲有好多走動空間。而家床尾都仲有位可以擺多個儲物櫃，但若果唔需要咁多儲物空間，我覺得擺張貴妃椅喺度，平時多個休息嘅地方都唔錯。雖然示範單位係奧神暫時賣出嘅單位入邊最貴一伙，但係連裝修嘅版本只係俾買家參考下家私報告，真正賣出嗰間係交樓標準，亦即係維持翻4房嘅格局。截到6月5號，以招標形式賣出嘅單位有28間，成交價由2611到8530萬，尺價介乎3萬到5萬蚊。做出高價水平，主要有3個原因。第一，大部分單位都連一個車位咁賣，睇返發展商公開嘅車位價單，每一個價值大概300幾萬，變相都抬高咗單位嘅成交價。例如創出新高價嘅樓王，扣咗328萬嘅車位價值之後，淨樓價係8202萬，尺價就會由5萬蚊降到48000蚊。第二，成交單位全部都係3、4房間隔，全部有私人升降機前廳，屬於比較高配置嘅一批單位，樓價自然都會高啲。第三，呢一批單位全部都望到深水灣，有樓盤最優質嘅景觀，而項目嘅唯一缺口係喺東邊，所以發展商都將所有大單位開向呢一邊，而且以29樓做界線，29樓以下向東嗰邊嘅單位入邊，除咗1A 座 P1 室係4房，其餘嘅都係3房。至於去到29樓或者以上嘅標準樓層，就開始變質，全部變成4房。一齊睇睇高層同中低層單位嘅景觀有冇咩唔同啦。由於前面冇高樓大廈，其實唔同樓層嘅景觀都差唔多，一樣近望警察學院、海洋公園、遠望深水灣同埋壽臣山。不過越高嘅單位就會望到越多深水灣，所以都解釋咗點解大部分4房會分佈喺29樓或者以上。奧神嘅發展商之一新世界同上次賣黃都一樣，都係採用先招標後開價嘅方式。我自己就覺得呢一種嘅銷售策略係想營造樓盤越賣越平嘅感覺。
發展商先推質素比較好嘅單位招標，做出至少3萬蚊嘅尺價水平之後，再用2萬零蚊開出第一張價單。咁買家見到呢一個嘅樓價分野，自然更加會覺得物有所值。不過要留意，第一張價單嘅單位質素唔及招標單位，分析一下就知道啦。價單以兩房單位為主，一般嚟講，細單位嘅尺價會貴啲，但係喺奧神嚟講，細單位嘅尺價反而平過大單位。用第一張價單做例子，兩房嘅折實平均尺價大概19,700幾蚊，而3、4房就挨近3萬蚊。首批101伙入邊，兩房去咗95間，變相就拉低咗成批單位嘅平均尺價。細單位嘅尺價平啲，皆因景觀冇大單位咁開揚。呢一點亦都引申咗價單同埋招標單位嘅第二個分別。兩房單位大部分向西，望黃竹坑站其他住宅期數嘅樓景，又或者屋苑自己嘅內園為主，屬於樓盤比較遜色嘅一類景觀。所以呢邊單位嘅開積，就算係唔同樓層，都冇好似大單位咁樣變積。先睇29樓以下嘅標準樓層，1A 同1B 座加埋有9間兩房，去到29樓或者以上，1A 座 D 室同1B 座 E 室會合併做 P1 室嘅一部分，所以成層嚟講會少咗2間兩房，但係其餘嘅單位就會維持翻兩房間隔。睇翻第一張價單嘅入場單位，就面積455尺，扣完最高20%嘅折扣優惠之後，折實樓價大概係850萬，折實尺價大概係18,600幾蚊。假設借到90%按揭，每個月供大概35,200幾蚊，月入要求大概係7萬蚊。至於買嚟收租方面，用黃竹坑站上蓋其他屋苑，近期兩房尺租大概57蚊推算，估計奧神嘅兩房月租可以去到26,000蚊。以入場單位計，未扣管理費之前，租金回報率有3.6厘，略高過大市水平。再睇埋3房同4房嘅入場樓價，就面積952尺嘅3房，折實樓價大概2,600幾萬。而超過1,200尺嘅4房就會跳升到3,500幾萬。若果買家嘅目標係可以借到90%按保，亦即係單位嘅折實樓價要喺1000萬以下，首批入邊有78間，全部都係兩房間隔。事實上，兩房本身就係奧神佔比最多嘅戶型，一共有266間，去咗接近60%。其次就係3房，佔咗2成半，至於4房就1成半。兩房嚟講，可以用開廚同緊廚劃分做2大類。買家應該點揀呢？一齊嚟分析一下。我哋用6到27樓嘅標準樓層做例子，見到大部分兩房都係黑廁。若果要求浴室有窗嘅話，可以揀1B 座 D 室同 E 室，呢兩處都係光廁。其中我覺得1B 座 D 室比較可取，因為佢個廚房唔係一入廳就見到。喺佈局方面就比較似其他嘅緊廚單位，例如係1A 座 C 室同 D 室，連浴室入邊嘅佈局都非常之似啊！企缸都係方形，而唔係其餘開廚兩房嘅長形企缸。所以唔介意淋浴地方細啲嘅話，我覺得呢一處兩房係最好嘅選擇。至於其他嘅開廚兩房，開積都差唔多。廚房會喺大門口側邊，2間房經走廊入去。發展商都打造咗一個開廚兩房嘅示範單位，以1A 座18樓 B 室做藍本，就面積494尺。第一批未有涵蓋到呢個單位，睇返1B 座同層 C 室，面積差唔多嘅兩房，折實樓價大概969萬，折實尺價大概19,700幾蚊。其中廚房同埋浴室嘅設計都幾特別㗎。雖然係開放式廚房，但係就做到3邊工作台面，而且上層嘅收納空間用玻璃覆蓋都幾美觀。而浴室裏面就有組合櫃，上面擺咗衣物掛架，下面就嵌入咗洗衣乾衣機。發展商仲做咗個3房示範單位，有興趣參觀嘅朋友可以去鰂魚涌 K11 Atelier Kings Road 參觀。講返項目自己嘅配套，會所連埋園林超過72,000尺，提供32項設施，包括瑜伽室、
健身室同埋大概50米長嘅室外泳池，係黃竹坑站上蓋屋苑入邊目前最長。車位方面，呢一期有119個，平均每3.7戶爭一個。由價單嘅條款見到，而家買1A 座16到19樓 P1 室，亦即係4房單位嘅買家，先至可以優先認購車位。不過項目喺黃竹坑站上蓋，經港鐵出入都好方便。由黃竹坑站出發，3個站就到中環，車程大概15分鐘，啱晒港島返工嘅朋友啦。至於其他嘅公共交通工具選擇就唔多，因為樓盤附近嘅巴士站大部分路線都係來往港島其他地區，得少量可以去九龍。買嘢方面，黃竹坑站基座商場嘅 Southside 佔地大概51萬尺，一共有5層，入邊有超級市場 City Super， 供應蔬果、魚類、肉類等等。另外亦都有供應唔同菜式嘅餐廳、零售商店同埋戲院，不過始終商場嘅規模唔算好大，所以想買餸方面有多啲選擇，又或者平時有啲民生需求，可能都要搭一個站去到利東村商場或者街市，先至可以滿足得到。但黃竹坑站上蓋樓盤啦，我哋都同大家睇過唔止一個㗎。咁以前入嚟呢度拍嘢咧，都會覺得呢邊係美食沙漠啦。咁拍完嘢咧，都好似好難揾地方食嘢咁樣嘅。咁而家不知不覺咧嚟到第5期啦，咁多咗個商場啦，亦都多咗啲餐廳進駐。咁不過咧，我自己就覺得咧，其實以呢個站頂上蓋嗰啲伙數同住宅咁計咧，其實呢個商場咧都未必滿足到呢度嘅居民需要啊。咁大家有冇嚟過呢邊行過街咧？咁你哋又對呢一區嘅發展點睇咧？留言話俾你知啊，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。咁最後啦，中意呢條片嘅話，記得俾我 like 支持下我哋啦。如果想知道多啲澳神嘅資訊，可以 scan 而家畫面見到嘅 QR code，又或者 click 入去 description box 嘅連結。